那我说了，你不能凶我，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。好，你要给别人养孩子了，这都能笑得出来。原来你也知道。你知道？先说说你怎么知道的。前几日听下人们说，他的院子里莫名其妙死了一棵桃花树，我就让暖儿去探听了一下。暖儿在那棵树下发现了药渣，是延缓胎儿发育的药，她已经吃了有些时日，说明她在与你同房前就已经怀孕了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因为那天晚上我根本没碰她。切！我给她下了致幻的药。你的姨娘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将军还这么大度。她又并非我心中所爱，我管她怀谁的孩子。可我倒是好奇，她腹中之子是谁的？你若好奇，不如交给暖儿去查。干嘛有我的人？是，将军军务繁忙，这种后宅之事，只能我这个妇人来打理了。你这阴阳怪气的本事倒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谬赞。不过我猜将军应是觉得你遇刺一事跟秦大人有关，所以才不想走漏消息吧？你说的没错。西帝弹劾之时，一直有人从中作梗，而我又偏偏在这个时候遇刺，很难不让人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。那他这时来，恐怕不是为看望女儿的。怎么说？一个真心爱护女儿的父亲，怎么会舍得杀死女儿的丈夫呢？更不会千里迢迢的赶来看她。你倒是很懂父母之情。就是因为没有父爱，所以才知道，真正爱护女儿的父亲该是什么样子。将军，从前你竭力无依，从今往后，你身后有我。飘零着无处停泊，如同残红掉落。妹妹，为何躲着我呀？妾身见过夫人，本就想找你说话的，可巧半路就碰上了。妹妹与我当真有缘，过来吧，我们说说话。站着干什么？坐呀。这几日我始终想不明白，妹妹我出身商国，
本就不受权贵待见，是好不容易才能嫁给将军为妾的。虽说是妾室，但好歹给唐家添了几分荣耀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命好啊？生来就是当正室的命。我命好。妹妹觉得什么是命好？在世家大族为妻为妾是命好，还是在富庶之家锦衣玉食是命好？这世间处处繁华，可有多少苦楚是说不出来的？妹妹有细细想过吗？夫人说的容易，你我皆是被困在这后宅的可怜人，爬得高些，也就少受些苦楚。如果有选择的话，哪里有什么选择呢？有。唐妹妹，我问你，你真心实意回答我，你是否真的心悦将军？哪有什么心悦不心悦的？其实我至今都没有看清将军的长相，只不过是不想在这后宅之中被轻视冷落，孤苦无依罢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来想办法帮你离开侯府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害我呀你？放心，我会护你周全。啊！嫂嫂，是我，婉儿来了。嫂嫂，这几日母亲让我在身边抄经，都没空过来找你玩。今日好不容易抄完了，特地过来看看你。老夫人对你也是太严厉了些。哎呀，我都习惯了。对了，嫂嫂，你的伤好些没啊？那日的事我听说了，还好大哥及时赶来，不然我也说不上话，我也帮不上你。你年纪还小，护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不过我看大哥如此护着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大哥从前可从来没有对其他女人这么上心过。可是竟是那秦姨娘先有了大哥的骨肉。其实将军有了长子，怎么都算一件喜事。对了，嫂嫂，我前几日经常看到秦姨娘房里的小翠从后门溜出去，看起来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偷回情郎去了。今日我又看到她出府了呢。你一个姑娘家，什么情郎不情郎的？嫂嫂，怎么连你也说我呀？我就是瞎猜的。嫂嫂，你真好，你要是我姐姐就好了。我也想做你姐姐。夫人，夫人，我刚看到秦姨娘打扮成小翠的模样出去了。依依，你今日怎么来的这么晚？孔郎，你准备何时回乡？回乡？我为何要回乡？我要看着我们的孩子出生，我想一直陪着你们娘俩。你怎么陪？天天住这客栈吗？我们之前攒的钱已经快花完了。我明日就出去找生计，我不会再花你的钱了。你说的简单，你一个科举未成的秀才能赚什么钱？依依，你嫌弃我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你我二人如此遮掩，迟早会被发现的。
那你就去求黎靖川休了你，我可以养得活你们娘俩。孔郎，你听我的，咱们的孩子出生在侯府，肯定比跟着我们过好的，对吗？你就听我的，你先回乡，待你考上了功名，我再想办法从李府脱身，到时候咱们就可以长相厮守了。那我们的孩子，会有办法的，你相信我，好不好？那你便尽早回乡吧。我给你备了些盘缠，我出门太久了，怕引人怀疑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话何该是我问你？想当初你设计诬陷我私会情郎，实际上私会情郎的另有其人呢。只有你一个人看到了，就算你回去告诉将军和老夫人，我也不会承认的。再说了，我腹中还有将军的骨肉，他们不敢动我。你腹中之子，当真是将军的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当然是将军的。秦若依，你埋在树下的药渣可还有不少啊。况且那些药也撑不了许久吧。若是我多找几个郎中给你号号脉，你觉得你这事儿瞒得住谁？你就是侯府沈氏，我不许你欺负若依。你这情郎倒是个情种。夫人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您作对，我求您放过我，我以后定与夫人马首是瞻。这倒是不必了，我今日没带人来，就是要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我虽有嫌隙，却无难解之仇，我也不想伤你性命。只要你同将军说，让他休妾，如此侯府与秦家便相安无事，我自会放你和这情郎一条生路。你要让将军休了我？怎么，放不下侯府的荣华富贵吗？难不成要等人发现你腹中之子并非黎家骨肉，将你进猪笼才甘心？依依，答应他，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团聚了。依依，好，我答应你，离开侯府，以后再也不会碍着你的路。我言尽于此，二位好自为之。夫人，不过，谁说我要放弃了？姨娘！姨娘！姨娘！夫人！夫人！夫人，您为何要推我？夫人！夫人，您没事吧？不好了，秦姨娘出血了，快来人啊！夫人，这可怎么办？快来人！药呢？药还没煎好吗？来了，给我，你推
快去把将军找来。是。来了！姨娘，好疼！姨娘，你怎么了，姨娘？姨娘！沈氏，你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谋害李府子嗣，该当何罪？爷爷说了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不至于如此蠢笨，谋害他的孩子吧？就算秦姨娘先生下孩子，也是个庶子。你身为正室夫人，理应宽待庶子，可你却善妒狠毒，连个庶子都容不下。区区庶子，我何必赶尽杀绝？秦姨娘小产了，孩子要保不住了。沈氏蓄意谋害李府子嗣，罔顾人命，德行有亏，即刻给我关入！不，直接乱棍打死！站住！我是将军正室，你岂敢随意决定我的生死？我是李府主母，你害死李府子嗣，我自然有权处置你。来人！我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怀孕了。老夫人，莫非你也要谋害李府子嗣吗？你竟然为了脱罪，编出这样的谎言！我是不是编造谎言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老夫人今日决定处置我，那也要背上谋害李府子嗣的罪名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一面之词？去把郎中找来。等一下，我可不敢随便相信什么人找来的郎中。以防李府子嗣受损，我要见御医。现下太医院已经休沐，我上哪儿给你找御医？你以为你是皇后吗？那就等明日再请御医好了。如果我真的说谎，老夫人再处置也不迟，只当我多活了一天。好，那就等到明日御医来了，自见分晓。不过今日你害秦姨娘是事实，把她关入柴房，免得她跑了。是。我肚子疼，你们动我一个试试呢？姨娘这会儿可好些了。沈瑶初呢？老夫人处置她了吗？老夫人盛怒，说即刻处置夫人，可夫人却说她腹中怀了将军的骨肉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之前完全没有征兆。老夫人也不信，说明日请御医来瞧，现已将她关入柴房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害死我的孩子是真的，就算将军来了也保不住他。将军，你没受伤吧？那就好。昨晚怎么回事啊？昨晚我跟秦姨娘，我撞见她跟情郎私会后，好心放她一马，她却反咬一口。先不管这个了，我先带你回去。你等一会儿，这次你就听我的吧。明天你帮我去送一封信，这就够了。将军也已深了，回去歇息吧。不急，左右今夜也无事，
你今日跟老夫人说你怀了我的孩子，保命的说辞而已。那若是他明天真的请御医来，你要如何应对？那还请将军帮我拖上一拖。拖上一拖也不过是缓兵之策。若是你真怀上我的孩子呢？你一定要在此时说这些话吗？那什么时候说？我不跟你说。好，夫人说是合适，那便合适。我不妨等等。今日将军快马回城，路上定累坏了，早些回去歇息吧。这夜山风路重的，我不如明早再回去。今夜就在这陪你。我不用。要不先睡会儿？听话。母亲正在佛堂念经，我赶紧来给你送点吃的。嫂嫂饿坏了吧？嫂嫂，大哥来过了。嫂嫂，大哥对你真好。嫂嫂，我相信你绝对没有推秦姨娘，你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不过，你什么时候怀孕的？怎么没告诉我？我也是才知道。嫂嫂，我真羡慕你，你和大哥如此恩爱，现在你们还有了孩子。婉儿也会有一个很爱你的人，他也会对你很好很好的。我会遇到吗？会，一定会的。你这么好，你夫君一定会很疼爱你的。嫂嫂，只要看到你和大哥如此恩爱，我就很开心了。趁现在没人发现你，赶紧回去吧，不然老夫人知道又该罚你了。嫂嫂，保重，小心点啊。小翠，给我倒杯水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依依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你快走，这是李府，被人发现我们都完了。走啊！我不走。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没有想到沈氏那个女人竟然如此道貌岸然。她嘴上说要饶过我们，结果转过头竟然害了我们的孩子。你是如何得知的？这件事你不用操心，我现在就去杀了她，为我们的孩子报仇。报什么仇？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俩的事吗？你想害死我吗？依依，我带你走好不好？我们不要留在这里了，孩子，我们可以再生一个。孔良，你醒醒吧！我怎么可能跟你走啊？
你我虽年少有情，但你一贫如洗，连功名也没有。我跟着你去要饭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只要我考上功名，考上功名又怎么样？你要用多少年才能赶上侯府的荣华？我没有办法放着好日子不过，跟你去受苦。所以你一开始就没准备跟我走是吗？是啊，我就是不想你再缠着我，听清楚了吗？还不赶紧滚！可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孩子啊。我腹中竟然有了他的孩子，若是被发现，你来干什么？他说的对，这孩子必须死。他是谁？与你无关。所以我们的孩子是你自己亲手害死的，是吗？是。孔良，一介布衣，能与我温存几日已是你天大的福气，你还妄想我给你生孩子？做梦！秦若依，你为了追求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顾了吗？我竟不知你是如此歹毒之人。那只能怪你识人不清。我言尽于此，劝你赶紧离开，不然我就叫人把你当贼人抓走。秦若依，你欺我辱我都罢了，可是孩子是无辜的。如此歹毒之人，怎配活在这世上？我要杀了你，给我们的孩子陪葬！你放开我！我杀了这个毒妇！你怎么来了？老夫人，将军，这人要轻薄于我，将军救我！将军，是你把他引来的，对不对？是我模仿你的笔记给他写了封信，不然你以为这偌大的侯府，其实他想进就能进的。将军，你听到了吗？是沈瑶初他陷害我呀，将军！究竟是他陷害你，还是你陷害他呀？将军，你不要听他的一面之词，是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，将军。可那天晚上，我根本就没碰。他们俩的对话，老夫人刚才听真切了吗？老夫人，我求你饶我一命，若依一直对你忠心耿耿啊，老夫人。竟敢与外人偷情，混淆离家子嗣！来人，给我拖下去打死！老夫人，不要！老夫人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我求求你饶我一命！苍天有眼啊！想不到你这毒妇报应来得如此之快。婉儿妹妹，你帮我说说话吧，婉儿妹妹，我求你救救我！我求你！母亲，齐姨娘虽犯大错，但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啊！求母亲饶齐姨娘一命，将她赶出李府，以作惩戒。婉儿，这不是你该管的事。女儿日日跟随母亲修佛，深知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母亲，求您看在佛祖的份上，
饶秦姨娘一命吧。秦氏德行败坏，陷害主母，沈氏，交给你处置了。是。哼，婉儿，你当真为他求情吗？嫂嫂，我实在不忍杀生。不是所有人都能以善度之的。嫂嫂，你刚有了大哥的骨肉，想必也不忍心杀生吧？况且，还是条人命啊！好，我饶他一命。天亮之后，将他逐去城外的庄子，免得他胡说，扰乱了李府清誉。至于这位，送他归乡吧。是。走。走。婉儿，你未免太过善良。婉儿，你这性子容易被人欺负的。无论怎么样，也是一条人命啊。唐姨娘，你，不是我，唐姨娘杀人了！不是我，将军夫人，玉主，你，夫人，不是我，我不知道。先出去，不许声张。是。是番泻毒。确实是番泻毒。什么毒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下毒。你先别慌，你为何会在这里？我昨晚睡不着，一想到秦姨娘明日就要被赶出府去了，就赶紧过来奚落她。我刚走到床边，没想到一下子就被人给迷晕了。我醒来，手上就拿着这把刀。我不知我为什么要杀他呀？他都要被赶出府去了，我为何要杀他呀？除非他有非死不可的理由。既然如此，凶手就只能是唐玉竹了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秦姨娘暴毙而亡，夫人怀疑唐姨娘杀了秦姨娘，方才一怒之下竟将唐姨娘给打死了。这个沈瑶初，真是一刻也不让我安生。快！站住！老夫人，你们抬的什么？是让开！母亲，唐姨娘和秦姨娘真的死了。真是晦气，堵在这儿干什么？赶紧抬走！沈瑶初，秦姨娘不守妇道，死不足惜。可唐姨娘犯了什么错？你要杀了她？唐姨娘杀了秦姨娘，她畏罪自戕。畏罪自戕？那伤口断不可能是自己造成的。沈氏，你狠毒善妒，一个秦姨娘不够，还要杀了唐姨娘。老夫人若是不信，儿媳也别无他法。来人，沈氏蓄意杀人，给我拿下！拿我？
看在您孙儿的份上，老夫人还是少管些闲事吧。你竟然用孩子威胁我！是啊，若不是因为孩子，我怎敢跟您叫板呢？大逆不道！叶儿媳说，什么秦姨娘、唐姨娘，死了就死了，只要我为李府诞下嫡子，再死几个姨娘，又能如何？您说对吗，老夫人？儿媳告退。我没死啊！是啊，你没死，你身上的伤也是假的，是我没有假死药将你送出李府，这儿本来是埋你的地方。啊！夫人，你相信人不是我杀的了？我们一直没有怀疑过你。啊？那为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了？府中有人勾结秦姨娘作乱，我们今日设局，本想把幕后之人引出来，却不想他竟祸水东引。你虽和秦若依有过节，可你心性不坏，不会做出杀人之事，凶手自然是另有其人了。所以你们故意假装上当，就是为了迷惑敌人，让他放松警惕，对不对？原来如此，多亏你们想到假死脱身的办法，不然我就真的要被冤死了。那现在我需要怎么做？为了迷惑幕后之人，你还需要假死一段时日，不可出现在人前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这也是为了护你周全。另外，你记得我之前答应过你的事吗？让你离开李府，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。夫人，待风波过去后，我和将军会送你出城，到时候你想去哪里，想做什么，都随你自己的心意。只不过，唐玉竹这个名字恐怕不能再用了。名字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说是我一直留在府中，世人只会唤我唐姨娘，谁又记得我的名字呢？如今我改了命，再给自己改一个名字，岂不更好？你能这样想最好。这些日子你只管躲起来，等风波过去，我们两个会来见你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一件事情，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。我昏迷之前闻到了一种香味儿。你也是来笑话我的吗？当然了，你有今日。你说那是个女人？她身形纤细，不像是个男子。那黑衣女人在我身上撒了些香料，我就彻底昏死过去了。醒来后什么也记不清，现在才想起来，她身上有一股香味儿，有点像香妃踏雪。到目前为止，中番蝎毒而死的除了我娘，还有刘掌柜和秦若依。这三人看似毫无联系，可细细想来，都与我有关。我原以为是秦若依下的毒，可如今她也死于番蝎之毒，那这背后一定还有操纵之人。将军，你还记得秦若依和孔秀才说的话吗？他说的对，这孩子必须死。秦若依口中的那个他，会不会是玉竹说的黑衣女人？可此人能随意进出李府，还与你有仇，会是谁呢？莫非是老夫人？老夫人。将军，末将有要事要报。无妨，说吧。
兄弟们近日截获了秦大人往来的书信，其中一封，还请将军查看。夫人还真是有君父的自觉，还知道回避军情。你若是有军务在身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看吧，不是军情。与秦大人暗中往来的竟然是老夫人，那你遇刺一事也是老夫人做的手脚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了。将军有什么办法？她是我名义上的母亲，我还不能轻易动她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来。你想怎么做？今日秦若依和唐玉竹之死，以老夫人的性格，定然要治我的罪。那我们不妨以退为进。沈氏，你为何要杀害唐姨娘？老夫人，儿媳早已言明，唐姨娘乃是畏罪自戕，与我无关。你当我是瞎子吗？那伤口一看就是被杀。反正你也找不到尸体。你说什么？大哥，婉儿，大哥，母亲正因昨日唐姨娘和秦姨娘之死问责嫂嫂，我也不知道嫂嫂为何如此对她二人，你快去看看吧。老夫人，将军，靖川，我知道你对沈氏多有维护，但此事事关人命，绝不可轻易接过。事关人命？你当真杀人了？我没有。唐姨娘是杀了秦姨娘之后畏罪自戕的，与我无关。我和婉儿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唐姨娘明明是被杀，你身为正室却如此狠毒，我们侯府绝不可容下你。你有何证据？连尸体都找不到，你如何定我的罪？尸体是被你运走的，我当然找不到。老夫人，我虽与唐姨娘相处不多，但我深知她绝不是有胆子杀人的人。沈瑶初，枉我平日里对你如此优待，你竟敢杀人！将军，你明明说心中只有我一人的，唐姨娘死了就死了嘛，正好也没有人再打扰我们。荒唐！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平日里再怎么争风吃醋，我都不管。但你竟敢杀害无辜之人，如此心地狠毒之人，怎配做我的夫人？不然你还能休了我不成？那我必休了你。可我怀了你的孩子。若我的孩子有这样一个狠毒的母亲，那我宁可不要这个孩子。怀孕？沈氏，你真的怀孕了吗？那日你说要请御医来给你诊脉，那今日我就把御医请来，看看你还有什么